你这样的废物，原本连仙古都没有资格进，也配点指我。石浩在此地杀的都是各族天才，自然不将这样的人放在眼中，面对挑衅，直接点出一指，血光一闪，那人爆碎。不远处的一尊天神没有营救，只是脸色一下子阴沉了。那天神一脸冷意，站在天空中质问石浩：“小辈，你觉得我的脾气很好吗？”石浩直接回怼：“我的脾气也不太好，所以杀了他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这黄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，面对天神都不带怕的。其实石浩心里清楚，这6大天神来了，这事就没法善了。他要是服软，结果还是一样，还不如痛快点呢。那天神果然被激怒了，探出大手就抓向擂台，结果虚空里传来喝声，一道符文绽放，挡住了他的手。来人没露面，但意思很明显，不想跟天神硬刚，只是用符文拦一下。天神收回手，劝说对方别干扰他们。仙谷将裂，外界诸教都要进来，让大家留点善缘。这话听着客气，但那威慑力让原住民都发颤。仙谷要是破开，原住民们可不知道外界诸教会怎么对他们呢。接着又有天神走过来，要他们留下造化才能走。这下从光门里出来的人都回到擂台，感觉前路被堵，心里憋屈。那天神还点名要石浩交出玉冠，石浩反问凭什么？天神在别人眼里那地位高的没法说，低境界的人根本没法跟他们斗，但石浩他们可不这么想。那天神还叫另外的天神过来，不让他们走。这时候有人给天神献殷勤，说仙古造化不止玉冠，还有好多古经。石冠王一听，一拳就把这献媚的家伙轰爆了。天神们一听有古经，都激动的不行，那可是跟仙道有关的宝贝啊！他们让石浩他们交出经文，不然就杀无赦。石浩可不吃这套，让他们自己来取，还说他们只是几个无耻的人。这话把天神气得不行，说石浩没活路了，还说在他们看来，没成为天神的天才都不值一提。石浩更是叫板，说要是同辈，他一根指头就能点死天神。这话一出，把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荒这小子也太强势了吧，面对天神都敢这么叫嚣。那天神说外界诸教都想杀石浩，他出手很多人会感谢，让石浩没活路。说完就一拳轰向石浩。这下石浩、谪仙、石冠王都出手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要是石浩被拿下，他们也好不到哪去。他们各自拿出至宝，一下子让这里热闹的不行。那天神被逼退，脸色阴沉，觉得没面子。其他天神也一起上，想压制他们。天神又给石浩一次机会，让他交出玉冠就放他走，还说其他人也一样。石冠王这时候冷悠悠地说，他当年轰杀的人活到天神这岁数都能比天神强10倍。这话把天神气得不行，但仔细一想好像也有道理。石冠王看上的对手肯定都很厉害，要是能活下去，说不定真能超越天神。天神们一起逼过来，石浩他们也全各自祭出秘宝。世界树、轮回盘把这里搞得崩塌了。天神们怒喝，因为他们禁锢的天地被击穿了，石浩他们趁机全都逃走了。这时候八臂魂族的老天神给石浩传音，让他过去。石浩感应到他的契机，就朝一个方向急速跑去，还用大罗仙剑展开，虚空消失了。2大天神发现后一路追了下去，其他天神也有目标，各自冲向一方。才追了一段时间，那2名天神就发现失去石浩的气息了。他们猜测是有天神出手把石浩带走了，只能等了解仙谷情况后就去讨要。这一天仙谷热闹非凡，先是6大天神出现，接着又有6人降临，共12尊天神杀进仙谷，震动各方。他们追击各路天才，夺取造化。古代王者被擒，失去道书，还有人被击杀，死于非命。天神们还传音各个小千世界，让荒出来，不许原住民包庇。对于部分王者，天神们不敢下杀手，但对荒可没顾忌，想击杀他，夺取他的所有机缘。谪仙、石冠王处境也很危险，他们来历神秘，没有大势力支持。天神们威胁说，荒不出来，他的亲朋会受到波及。而石浩在八臂魂族让魂族古祖出手，说他渡劫成功后能让几大族的古祖都复苏，解除诅咒。魂族古祖答应了，说期待石浩君临天下那一刻。天神们还在警告原住民，他们是要击杀荒。石浩随后出现，冲出魂岛，来到山脉外，被4名天神围住。他们让石浩自裁，石浩反问他们是要自杀还是被杀。突然一只大手出现，把天神们都抓了起来。八臂魂族的古祖把这些天神丢到石浩面前，形势瞬间逆转。石浩抽出大罗仙剑，果断出手，接连斩杀4大天神，神血染红虚空，元灵也被灭杀。这一战石浩彻底扬眉吐气，让那些天神们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。在魂岛的石林中，石浩与魂族古祖围坐在火堆旁，享受着烤得金黄的天神肉，香气四溢。他们还畅饮着数千年的神酒，沉浸在美味与醇香之中。魂族的老天神也加入其中，一同品尝着难得的天神之肉，补充自身。然而他们深知这行为犯了大忌讳，
若是外人知晓，必将引发轩然大波。因此，魂岛上的众人并未张扬，他们更希望10号能尽快突破，渡过天劫，帮助他们化解诅咒，让族群得以安稳。10号表示，只要寻到所需的天材地宝，如圣人木，他便能立刻准备突破。在讨论中，魂族谷祖提到，仙谷中确实有圣人木，但生长在险地，需小心探查。老天神则表示，若10号走那一步，他们可以提供大量兵器供其献祭，化解危局。但10号拒绝了，他坚信自身强大才是关键，无需依赖其他兵器。吃饱喝足后，他们清理战场，将天神骨收好，这些是顶级炼器材料。接着，3人围绕着玉石棺，试图开启并取出经书。在一番努力后，魂族谷祖成功打开棺椁，但经书裹着仙种冲天而起。3人早有准备，合力将其抓住。魂族谷祖以大法力封住经书，发现这是一部至高道书，但上面的文字却是他们无法辨认的仙文。与此同时，外界的天神们对10号等人的失踪感到惊疑，但他们并未察觉到仙谷中的变化。各大教主计划继续送第2批精英天神进入仙谷，而10号来到一片危险的谷地，这里有强大的生灵，连天神都要忌惮。魂族老天神不放心，一路随行保护。他们穿过重重险地，遇到风天神和霸主级奇兽，幸亏老天神有秘宝掩藏气息，才得以安全抵达目的地。目的地是一片灵气浓郁的树林，圣人木所在之地。但10号发现宁川以捷足先登在此闭关，还有人马族、古魔族的天神暗中相助宁川，这让10号心生寒意。他和老天神决定暂时撤退，但在离开前，10号故意引怒古兽和风天神，制造混乱后迅速离去。之后，他们继续寻找圣人木，却发现许多地方都被外界天神占据。10号得知谪仙被堵在胸巢，石冠王也被追杀，形势紧迫。而宁川在强大背景的庇护下，很可能先一步成为神王。10号对此愤怒不已，决心要让那些大教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最终，魂族老天神带10号来到一处危险之地，这里禁锢法力，进去后会暂时成为凡人。10号让老天神回去，独自进入。他一路闯过蚂蚁群、蜈蚣群等重重阻碍，依靠强大的肉身和黄蝶的帮助，终于抵达圣人木林地。看着眼前数百株圣人木，10号坚定地表示他的路即将开启。不久，10号发现了年份极久的圣人木，这些圣人木散发着瑞霞，比他之前见过的都要高大。然而，当他踏入树林时，却遭遇了一头金蚕的攻击。这种虫子在圣人木上随处可见。10号感到不安，觉得此地过于平静，似乎隐藏着危险。随着深入，10号的法力突然恢复，他立刻撑开唯一洞天保护自己。突然，一只疯狂的紫雕天神向他袭来，紧接着数千头成神的紫雕出现，其中还有3头风天神。10号意识到这是一个强大的部落，想要在此闭关修炼难度极大。在一场激烈的逃亡中，10号被一只紫雕的利爪抓伤，但他凭借强大的肉身和缩地成寸神通成功逃脱。10号不甘心就此放弃，他等待了数日，直到有一天，树林中传来奇异的波动，紫雕们纷纷逃入的窟深处。10号发现这些波动来自一个裂开的沼泽，里面发出灿烂光辉，似乎是上一纪元留下的残阵。这股波动让所有毒虫陷入沉眠，甚至死去。10号依靠万灵图才得以抵抗。10号决定利用这个机会，在圣人木区域闭关修炼。他让黄蝶和打神石为他护法，自己则开始尝试进入圣迹境界。圣迹是一个特殊的境界，修士的修为会忽高忽低，非常不稳定。如果成功突破，将会变得更加强大；但如果失败，可能会被打落下原有的境界，甚至比真一、神火境的人都不如。10号深知这个境界的危险，但他为了登上神道最高峰，必须冒险。他首先让自己达到真神大圆满境，然后开始圣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引动所有圣人木，汲取他们的精华，让自己被道之光和法则碎片淹没，进行神圣的洗礼。10号在修炼过程中，周围虚空裂开，光雨璀璨，越来越多，将他包裹。打神石与黄蝶看得目瞪口呆，这种景象太神奇了，仿佛有人在飞仙。随着时间推移，10号周围出现了金银花瓣，散发清香。这些花瓣从虚空裂缝中落下，显得祥和神圣。打神石尝试咬住花瓣，却发现这些花瓣很奇异，不久后便消失了。10号闭目盘坐，默默感悟，借助圣人木洗礼自身。这是一个奇异而繁复的过程，需要反复锤炼，花费很长时间。圣迹很诡异，也很艰难，但10号决心要踏出这神圣一步。经过数日修炼，10号的肉身被滋养，道则被锤炼，神魂被锻造，圣人木发挥了奇效。5日后，10号睁开眼睛，这次圣迹暂时结束。他身心空明，感应自身状况，觉得积累足够，但决定不急于破境，还要积淀，因为他追求完满。10号对自己的修行速度感到满意，20岁就能圣迹，即将进入堪比天神的领域，这种成就古今罕见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打破了记录。事实上，诸教想要除掉他，也是因为他成长太快。10号默默体悟了2日，
准备再次闭关。然而，不远处的沼泽地裂缝闭合，霞光消失，波动敛去。打神石示警，10号带着他们快速离去。不久后，紫貂从地窟中冲出，四处寻觅。数日后，有天神的声音响起，要求10号出来领罪。外面的天神站在绝地边缘，以大道神音震动虚空，这是一种可怕的阴功，若10号在修行，会受到干扰。然而10号没有回应，躲在绝地深处。突然，一位天神出手，拔起一座大月，炼化成巨石，砸向绝地深处。这是仙殿的天神，手段刚硬，他的攻击没有奏效，因为绝地有古代残阵保护。这一击惊动了栖居在绝地的生灵，3头紫貂冲出，追逐那2名天神。10号也展开行动，让打神石布置法阵，送进地窟中。法阵引爆后，紫貂狂乱，特别是教主级老貂被炸醒后冲向禁地外，2名天神变色，急速撕裂虚空逃离。半个月后，沼泽地再次裂开，霞光绽放，奇异波动席卷谷地。10号持万灵图进入圣人木树林中闭关，这是机会，虽然危险，但10号必须把握。这一次，他进行圣迹有了新感悟，古树发光，树叶五光十色，摇曳圣辉，将它包裹。这是洗礼神魂、熬炼圣骨、锻造神王的过程。10号引动规则之力，用神光冲刷魂魄与筋骨，不断淬炼。可以看到，神魂越发晶莹，肉身更加完美，血气滚滚。在其周围，光雨飞舞，虚空炸开，出现一条神秘古路，通向未知处。打神石怪叫，因为古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绝世天才，踏进古路后消失。10号睁开眼睛，盯着古路，一语不发，仔细感应，认真思索。此时，绝地外来了8、9名天神，气息强大。有人提出3000州来了神秘访客，太过强大，若有10号这样的人去对抗，或许更好。但有人反驳，认为宁川足以取代10号。民族的天神冷淡地表示，直接镇杀10号即可。他取出鼓角吹动，发出魔音。魔魁园的天神也取出小鼓相助，仙殿的天神也催动秘宝，发出可怕神音，干扰虚空，想让10号暴毙。绝地深处，10号变色，心神受到冲击，但他寒声说道：“真当我那么好杀吗？”3道仙气绕他，将他包裹，他身心平静，对抗魔音。很长时间后，当可怕道音变弱时，他自语道：“等我出关，一个一个将你们斩尽杀绝。”10号起身，迈出一步，踏上神秘古路。打神石吃惊，10号坚定地说要去看看古路通向哪里。他穿透虚空，进入神秘之地。10号迈上去后，感觉跟踩鹅卵石似的，可他心里清楚，这肯定没那么简单。这路旁边光雨蒸腾，仙雾弥漫，神秘又圣洁，远处却是一片黑暗和虚无。打神石和黄蝶也跟了下来，跟在10号身边。周围安静得很，只有霞光和花瓣在飞舞，清香中带着道韵，感觉像是要去朝圣一样。而绝地外面，几大天神正忙着敲神鼓、吹号角，想干扰10号，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们心里犯嘀咕，不确定10号是不是真的在里面，是不是受到了影响。仙殿的天神很笃定，认为10号就在里面，他心里那股火气和杀机可不小。这些天神把绝地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可不想让10号逃脱。10号的成长速度让他们忌惮，再给他点时间，说不定他就能成为天神，跟他们平起平坐。想到这儿，他们就胆寒，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，一定要把10号扼杀在摇篮中。10号在古路上走着，周围漆黑一片，打神石和黄蝶心里不安，啥也发现不了。隐约间，他们听到兽吼声，可仔细一听又没了。10号早就睁开了天眼，也只能看到朦胧的景象，黑暗笼罩着四周，偶尔能看到破碎的大星。这些星辰可都是宇宙中的王星，不知道经历过怎样的大战，虚无中飘着星辰碎片。10号还看到过通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灭，像是有巨兽在移动，可仔细一看又没了。他心里一惊，这条路沿途所见太惊人了。终于，古路再次寂静，连路都暗淡了。10号发现路被截断了，中间是黑暗，对面还有一段路程，这是被谁斩断的？10号站住了脚，望向对面，沉默着。他祭出一件骨气，打出断路，向前飞去。结果虚空生血光，骨气被击裂，化成白色粉末。10号心里一凛，祭出逆龙鳞，探到断路外，果然又有血光飞来。他估量出大致力量，越空而起，横渡断路，向对岸而去。这一路他遭遇阻击，花费1个时辰才渡过去，气血翻腾，嘴角淌血，机体皲裂。10号怀疑这是专为他这种体质的人准备的，唯有最强者才能踏足，才能横渡。当他在前行时，又遇到8处断路，总共9处。10号惊疑不定，看到9段之路几个血字，后面还有长生之徒的字。接连遭遇9次冲击，10号肉身破开，鲜血流淌，但他盘坐下来休整，因为发现前方4块到尽头了。终于10号到了尽头，走近路的末端，看到一块石壁横阻在前方。再回头时，路已经不见，
石壁向他挤压而来，化成一座密闭的石室。打神石变色，他们这是自投罗网。石浩催动宝术，猛力一击，石室发生变化，每一面墙都变成了苍穹，上面有壁画，宛若乾坤般。石壁上显化8个古字：打破天地，得见长生。石浩琢磨了一会儿，亲自动手，3道仙气缠绕着拳头，竭尽所能向着那墙壁轰去。这一击若神王盖世一击，光芒挤压满了密室，石壁剧烈颤动。就在这时，打神石怪叫，因为一个又一个身影出现，全都盘坐在密室中。当石浩停下来时，密室变大10倍，多了10几个人。石浩审视他们，一语不发。这些人有老者，有中年人，有少女，还有孩童，但透过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出，没有一个年岁很小的人，眸子都十分沧桑。所有人都盘坐在那里，肌肤晶莹，双目深邃，皆一动不动。没有一个人都有蓬勃生气，栩栩如生。只要多一个元神，就能站起来，拥有可怕神威。石浩一叹，这些人都死了，这只是躯壳，并没有神魂。他向前走去，这是从石壁中击出来的身影，不知道为何都藏身岩壁中。石浩露出异色，围绕着这些肉壳转动，要看个仔细。蓦地，石浩一呆，打神石也惊叫，成仙了。在这些人的背后，皆有一道裂缝，没有血迹，那口子很平缓，发出圣光。每一个人都如此，像是有生灵从肉身中脱块而出，留下这样一个口子。怎么跟古书中的记载一样？这是飞升了吗？难怪打神石惊叫，这里真的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一模一样。那伤口，那圣光，还有这些人的肉鞘，栩栩如生，生机勃勃，都跟传说一般无二。古代传说有人成仙，留下一退，也就是体壳，只有元神飞出，踏足另一片天地中，在那里得享受长生。别告诉我，这些人都成仙了，这是他们的一退。石浩有点难以相信。石浩走到了一条神秘古路的尽头，发现了一面石壁。他心里寻思，这要是成仙的地方，那可就太牛了。不过他可不想丢下肉身，毕竟肉身是大道之根，元神离体可不行。他看到那些一退，心里感慨万千，这些可都是当年的绝顶人物留下的呀。打神石看到那些漂亮的女子一退，直赞叹。石浩怀疑，是不是只要击开这石壁就能成仙？他决定试一试，后路都没了，总得打出条路来。他动用极限力量，第3种至尊宝术也复苏了，和其他宝术叠加，威力大增。他一拳击在石壁上，连续8击，石壁都皲裂了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了一股宏大的气息，像是有个大世界在向他招手。可同时，他浑身剧痛，元神要离体而去。石浩心惊，这情况太突然了。他赶紧盘坐下来，口诵原始真解，运转古文，镇压自己，对抗那种可怕的吸附力。这过程无比艰难，他的肉身都要裂开了，元神在吸收精华，想要挣脱。石浩拼命抵抗，终于让肉身愈合，元神归位。这时候，石浩发现石壁后方有一种异样的气息，有点像虚神界、灵界。他心里一惊，这地方太诡异了，他有种寻到源头的错觉，但他不敢进去，直觉告诉他，进去就会失去肉身。他看了看那些一退，不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成仙了，还是元神被吸进去了。石浩决定不再探究，他收获不小，洞悉了惊人的秘密。他发誓，等重回3000周后，一定要把灵界研究透彻。说完，他回身轰砸来路上的石壁，古路又出现了。他带着打神石和黄蝶一路疾驰，返回了古树林。回到古树林，石浩继续闭关修行，选择圣技，让自己变强。突然，大道神音轰鸣，符文交织，斩向他的肉身。石浩用手臂一挡，右臂都暗淡了，身体踉跄。这就是圣技的危险，境界可能跌落。石浩没有用兵器代替自己遭劫，而是借此磨砺己身。他运转法力，终于让手臂恢复了光彩。不久后，法则与道痕降下，石浩大口咳血，胸膛遭受重击。他又有了可怕的感觉，胸部被击中，境界下降。但石浩抗争良久，终于让胸部发光，恢复了道痕。这是一次锤炼，让他的道行越发精湛。石浩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了兵器，这般熬炼，胆大包天，希冀可以越发强大。绝地外的天神们不断干扰他，但石浩都坚持下来了。他闭关10次，终于圣技成功，晋升到了这个奇异的领域中。这一刻，他血气成倍激增，道痕快速增长，整个人强了很多倍。石浩圣技成功，战力高得吓人。他盯着天空，又看向绝地外，心里寻思，是先去杀那些干扰他的天神，还是去取雷结业呢？这段日子，他遭遇了很多险情，都是外面的人袭扰所致。